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比唐宫奇案还上头，接下来这5部古装探案剧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朋友们，魔幻现实主义最魔幻的地方在于，它往往就是现实。当你在格子间里被 PPT 和 KPI 折磨得死去活来，盘算着这个月的房贷和下个月的花呗时，你会发现，唯一能让你暂时逃离这场大型角色扮演游戏的，就是另一场更刺激、更不用你负责的角色扮演游戏——追剧。尤其是古装探案剧，这玩意儿就是成年人的精神奥特曼，专打现实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让你糟心的小怪兽。2026年刚开年，一部叫《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的剧就直接把中式恐怖这个概念又从土里刨了出来，还给他镀了层金。白鹿加王星越，俊男劲女搞事业，顺便谈个恋爱，背景是神神叨叨的诡异案件。这组合拳打下来，直接把观众的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安排得明明白白，热度那不跟开水一样蹭蹭往上冒。这股风其实早就不是什么新风口了，往前倒腾，唐朝诡事录就已经把唐风滤镜加志怪奇谭这套商业模式玩明白了，告诉你什么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能让你看得津津有味。莲花楼更是骚操作，探案是壳，江湖人生的意难平是合，赚走你一堆眼泪，你还得谢谢他给的情绪价值。大宋少年志2就更不谈了，一群小年轻一边搞事业一边拯救世界，反转多的跟俄罗斯套娃似的，让你脑子跟坐过山车一样。这个赛道早就卷成了红海，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单纯的谁是凶手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大家要的是什么？是要在案情里看到人性，在轨迹里看到智商，在主角团的互动里看到 CP 感，在宏大的世界观里看到制作方的野心和钱包。说白了，看剧，尤其看探案剧，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智力优越感和情感代入感的消费。所以，当唐宫奇案让你觉得意犹未尽的时候，资本早就把下一波电子榨菜给你安排上了。我瞅了眼片单，好家伙，一个比一个向前立鼓，一个比一个懂得如何精准打击你的追剧 G 点。来，今天咱们就当一回资本，预判一下哪几个项目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第一个项目《魅影神捕》，主演罗云熙、方逸伦。光看这俩名字，你就知道这剧的目标用户画像有多清晰了。什么叫颜值即正义？这就是剧情简介说，罗云熙演的青阳公子黎思，为了查明四皇子之死的真相，卧底进了神捕司，然后跟女仵作、鬼捕组团刷副本，一路破解8大诡异奇案。这剧最骚的点是把探案跟民俗玄学这2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玩意儿强行给你按一块儿了。你品，从奇幻案件到奇绝景致，PPT 上肯定写满了东方志怪美学，构建新世界这类让投资人看了就想打钱的词。罗云熙演运筹帷幄但可能有点战五渣的美强惨公子，配一个背着血海深仇战斗力爆表但脑子可能不太够用的鬼捕，一个动脑一个动手，一个负责貌美如花，一个负责打打杀杀，这化学反应不就是流量的催化剂吗？视觉享受和智力快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个项目《大宋奇闻录》，主演黄俊杰、张石安。这个设定就有意思了，新都临安城出了个新娘干尸案，正统的不能再正统的提刑官宋渊搭档一个身世成谜、路子极野的邪修仵作苏锦轩。朋友们，什么叫戏剧冲突？这就是教科书，一个代表了体制内的秩序和规则，一个代表了体制外的野路子和不确定性。这俩人凑一块儿，光是工作方式和价值观的碰撞，就能水个10集8集的。
更何况背景设定在朝局动荡的大宋，意味着每个看似独立的案子背后都可能扯着一串朝堂大佬。看主角在官场和江湖的夹缝里，一边搞技术破案，一边搞人际关系，这种在刀尖上跳舞，最后还力挽狂澜的剧情，主打的就是一个爽字。第3个项目碧血禅，主演侯明昊、张文新等。这剧的野心更大，直接把武侠、悬疑，再加上长生这个终极哲学命题给扔进一个锅里炖。3个怪侠组队，在各种光怪陆离的案子里穿梭，最终目的是揭开长生的秘密。长生这玩意儿，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噱头，从秦始皇到隔壁爱盘串的王大爷，谁不好奇？把它作为核心悬念，这剧的格局一下就打开了。而且主角团是3个怪侠，注意这个怪字，说明人设绝对不走寻常路，不是苦大仇深，就是插科打诨，或者又疯又强。3个人凑一起，那互动日常绝对比正经破案还有看头。武侠的飘逸加上悬疑的烧脑，再用宿命感来拔高利益，这盘菜闻着就香。第4个项目天都异闻录，主演徐凯、魏哲鸣。看到这俩名字，你就应该明白，这剧的逻辑很简单粗暴，双倍的帅哥，双倍的快乐。36集的体量，摆明了就是要给你讲一个盘根错节的大故事。简介里说，魍魉横生，各方势力交织，旧恨新仇。这些词翻译过来就是，这剧人多，线索多，坑也多。双男主强抢联手的模式，是经过市场反复验证的爆款公式。一个负责明察，一个负责暗访，或者一个白切黑，一个黑切白，怎么搭都有看头。这种剧看的就是一个局中局，计中计，看主角们如何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跟各路牛鬼蛇神斗智斗勇。它考验的不仅是主角的智商，更是编剧的智商。只要编剧不发疯，这剧的下限就不会低。第5个项目大唐迷雾，主演冯绍峰、李玉。狄仁杰这个 IP 老的都快包浆了，但它就是好用，就像可口可乐，配方100年不变，但你渴了还是会想喝。这次请来了冯绍峰，一个自带沉稳气质的演员，来诠释狄仁杰这个角色。大家期待什么？期待的不是颠覆，而是在熟悉的框架内演出新的味道。看狄公如何在蛛丝马迹中洞察人心，如何在拨云诡谲的朝堂斗争中保持清醒。这种纯粹的、古典的推理快感，是所有探案迷的初心。它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设定，只需要扎实的剧本和演员精湛的演技，就能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这就像一道经典的佛跳墙，用料扎实，火候到了，自然就是珍馐。所以你看，这5部剧就像摆在你面前的5道大餐，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目标客群。魅影神捕卖的是颜值和氛围感，主打一个赏心悦目。大宋奇闻录卖的是人设反差和官场权谋，让你体验逆袭的快感。碧血禅卖的是世界观和宿命感，格局宏大，引人遐想。天都异闻录卖的是强强联合和复杂博弈，满足你的高智商优越感。大唐迷雾卖的是情怀和经典，主打一个稳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夺你那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的宝贵的可以自由支配的娱乐时间。那么问题来了，你的时间准备投给哪支潜力股？是为罗云熙的公子抚琴，还是为冯绍峰的狄公抚掌？别急着回答，反正剧还没播，先在评论区立个 flag， 看看谁的眼光能比资本更毒辣。